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，大便之后要不要用水洗屁股？长期坚持洗，对身体有哪些意想不到的好处？你竟然用水洗屁股，真的太不可思议了。小刘今年23岁了，他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。每天晚上的时候，南方人对于小刘的这种行为是能理解的，但是很多北方人却有点难以接受。今天小刘接了一点开水，然后就往里加了一点冷水。弄好水以后，小刘就去宿舍的厕所洗屁股了。当小刘在洗屁股的时候，室友推开门看到这一幕。小刘的室友是北方人，因此他对于洗屁股这件事难以接受，并且说了文章开头的那句话。小刘听了室友的说辞后，就解释道，在我们南方有很多人都每天用水洗屁股，并且印度人不也是这样吗？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看到小刘有点生气，室友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。在现实的生活中，很多朋友对于洗屁股这件事都不怎么接受。当看到印度人每次上厕所不带纸以后，我也是比较惊讶。那用水洗屁股有没有必要呢？长期坚持洗屁股对身体有好处吗？为了让大家对洗屁股这件事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，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相关的知识。一、大便之后要不要用水洗屁股呢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大便后擦屁股后还是感觉擦不干净，甚至有时候还是感觉到里面有东西。其实肛门上是有很多皱褶的，而这些皱褶特别容易滞留粪便，所以即便使劲的用卫生纸擦屁股也很难擦干净。有些朋友在大便后喜欢用湿纸巾来擦屁股，这种方式虽然比卫生巾擦得干净，但是它也有很多盲区和死角。和用水洗屁股相比，湿巾的清洁作用就不强了。因此在大便之后，水洗屁股还是有必要的。虽然这种方式操作起来有点让人不能接受，但是它确实是清洁肛门的最好的一种方式。二、长期擦不干净屁股有什么危害呢？洗屁股又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都知道，很多印度人上厕所的时候都不用纸，而是用手洗屁股。这样做虽然比较恶心，但是印度人肛门疾病的发病率却是比较低的。客观来说，如果长期的擦不干净屁股，那就会增加患多种疾病的风险。具体的总结有以下4点。一、增加患痔疮的风险。俗话有云，10人9痔，这句话虽然有点夸张，但是却也写出了痔疮的发病率比较高。痔疮的发病率高，除了和人类直立行走有关以外，还和屁股擦不干净有关。这个主要是因为屁股擦不干净，肛门上就会滋生很多的病原微生物，这些病原微生物的存在就会增加患痔疮的风险。二、增加患粪口途径传播的风险。粪口传播途径主要是指在大便擦屁股以后，由于不洗手，那就可能会在吃饭的时候把这些病原微生物吃进肚子里。常见的粪口途径传播的疾病主要包括甲肝、戊肝、伤寒、细菌性痢疾等。为了降低患粪口途径传播疾病的风险，我们除了注意勤洗手以外，就是需要注意水洗屁股。三、降低患肛周感染的风险。很多朋友认为粪便是没有营养的，这种观点也对也不对。从本质上来说，大便的本质就是人类没有消化彻底的物质，也就是说，大便也是有营养的。如果长期不水洗屁股，那就很难把屁股洗干净。由于肛门周围本身就潮湿，如果再擦不干净屁股，那局部就会有很多的病原微生物滋生，这样的话就会增加患肛周感染的风险，严重的时候也会演变成肛周脓肿。四、降低患妇科病风险。由于女性的生理结构特殊，尿道口、阴道口和肛门毗邻，由于屁股周围分布大量的汗腺，出汗较多，没有注意局部的卫生，肛门处的细菌可进入尿道和阴道，
从而诱发尿道炎或阴道炎。因此，女性应该坚持用温水来清洗肛门处，内裤勤换洗，大小便后从前往后擦拭，能有效的预防妇科病。综合以上，经常洗屁股会降低患多种疾病的风险，比如痔疮、粪口传播的疾病、肛周感染性疾病等。为了更好的预防痔疮，我们应该先来了解一下痔疮的病因。3. 我们如何预防痔疮呢？得了痔疮应该怎么办？从本质上来讲，痔疮就是肛管或者是直肠下段发生的静脉曲张。一旦发生静脉曲张以后，静脉就容易破裂出血，所以就容易出现便血、疼痛、肛门瘙痒等的症状。目前来说，痔疮的发病机制还没有完全的搞清楚，但是很多的研究都表明，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、便秘、久坐、排便时间太长、摄入的膳食纤维的量不足、重体力活动、肥胖等都会增加患痔疮的风险。为了更好的预防痔疮，我们需要注意尽量的不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，注意预防便秘，不要久坐，排便的时间控制在5分钟以内。如果身体允许，也可以把排便的时间进一步的缩短。得了痔疮以后，我们需要注意采取综合性的治疗措施。在生活方面，应该注意不要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，适当的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，每天摄入的开水控制在不低于1500毫升，尽量避免久坐，控制体重在正常的范围内，经常的湿水坐浴等，还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提肛训练，能够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，提高括约肌强度，预防痔疮和其他的肛肠疾病。关于减肥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，否则即便每天的运动量比较大，也可能会功败垂成。这是因为人类最先利用的能量就来源于碳水化合物，如果不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，那体内的碳水化合物不消耗的差不多，那就很难消耗到脂肪了。试想，我们减肥就是减脂肪，如果都消耗不到脂肪，那谈何减脂呢？常见的碳水化合物除了米面等的主食以外，别的还包括糖类、大多数的饮料、甜度高的水果。平时应该注意控制这类食物的摄入量。其次，治疗痔疮的就是一些专业的措施，常见的主要包括使用痔疮膏、硬化剂注射治疗、胶圈套扎疗法、红外线凝结疗法等，严重的时候也可以手术治疗。如果出现了脚窄性痔、嵌顿性痔发生坏死、混合痔等，可以考虑手术治疗。手术虽然听起来比较可怕，实质上现在采用的都是微创手术了。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，都要养成清洗肛门的好习惯。清洗肛门尽量用流动的水，若选择盆子，应该做到专人专用，不能和其他人混用，以免造成交叉感染。水温控制在37到40摄氏度左右，不能太烫，以免烫伤肛门娇嫩的皮肤。清洗肛门时无需加入消毒剂或者是清洁剂，以免破坏正常的菌群环境，反而诱发感染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。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